是过来放模型飞机的，然后发现了好多这些黑袋子。头儿，我们就报警了。什么情况？头儿，这2个大学生过来放模型飞机，发现了案发现场。受害者面部被严重破坏，已经无法辨认了。现场我勘察过了，目前没有发现任何有效线索。就在这儿吗？嗯。荒野抛尸，还懂得把受害者的脸全都划破了，这又是一个反侦查意识很强的嫌疑人。但很奇怪的是，他既然选择抛尸，为什么要把尸块全部都扔在同一个地方？这样，你们2个多带一些人，扩大范围，再好好搜一下。好，好。根据尸体的腐败程度来看，死亡时间应该是在3天左右。尸块一共被分成这样的12袋，用黑色塑料袋装着。现在已经找全了。死者是男性，年龄是在45到50岁之间，身高在1.7米到1.75米左右。凶手分尸非常干净利索，都是从关节处分割的，一共分成了躯干、四肢加上头部，一共有11袋。第12袋都是内脏，说明他很了解人体结构。或者说，他能很熟练使用刀具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凶手他有解剖人体或者动物的经验？死者的皮下脂肪比较厚，应该不是从事体力劳动，不爱运动，而且他手上的指纹全都被刀切掉了。他的头部遭受过多次重击，造成凹陷性骨折、脑挫伤和撕裂伤，还有1膜下腔出血。可是他的致命伤在这儿，在他的脑后部。凶手击打死者的后脑勺致死之后，用刀具砍伤他的面部。那现在可以复原画像吗？可以，但是需要时间。哦。这是什么？啊，死者嘴里找到的纸已经交给钱宁化验去了。什么时候可以把尸检报告给我？今天下午吧。好。你怎么了，夏莹？有点胃疼。早上没吃早饭。没来得及。多喝点热水。哦。死者的身份现在有线索了吗？我查了本市近期的失踪人口，没有符合死者条件的人。现场也没有找到能证明死者身份的东西。灵俊山公园地处偏僻，没有监控，目前还没有获得有用的信息。这个案子目前矛盾的地方有很多，我们先来梳理一下。你们看，凶手破坏了死者的面部，还割去了他的指纹，然后进行分尸，目的应该是可以更好的到处抛尸，混淆我们的视线。这说明他是有一定反侦查意识的。但现在很奇怪的是，这个凶手把装尸体的袋子抛在了同一个地方，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。还有第2点，灵俊山的地理位置比较偏远，凶手抛尸的地方不是山顶，也不是山脚，而是山腰。这100多斤的尸块，他需要1个人扛。他选择在这样的地方抛尸，是为什么呢？虽然凶手有反侦查意识，但手段并不高明。我认为他不是惯犯。有道理。李学凯，你那边的报告呢？头儿，下了这么多天的雨，现场痕迹早就被破坏的差不多了。所以呢？杀人抛尸，社会影响非常恶劣，打起精神。行了，别在这臭贫了，赶紧行动起来。行动。报告出来了。这么快啊？这是蛋糕店的小票，这都糊成一团纸了，你都能复原的这么清楚啊？那是。钱大师，您太牛了。
别啊，没有大师，钱宁，一名普普通通的刑事技术人员。但是您在我心里边就是大师啊。行了啊，咱别甜言蜜语的了。你们专案队啊，就喜欢把人往死了用。哎，我可没有，我都是真心实意的。对，你跟他不一样。哎，我也是真情实感，好吧？早点破案吧，我都快熬死了。但您是全世界最能帮助我们破案的人。行了，李学凯，咱别来这虚的，来点实际一点的。行，牛肉拌饭我请你，行不行？行了啊，行，那我先走了。行。这上面写的是好美滋蛋糕店13号，上周4。哎，还挺香啊。要不要吃，凯哥？哎，行了，下次。您的蛋糕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我们是市局刑警队的。我们想查一下这张小票的底单。哦，好。你好，这是熊美玲女士订的贝尔公主系列生日蛋糕，是13号下午3点多取走的。她是我们的会员。是他本人过来取的吗？嗯，是的。我们想看一下13号下午的监控，可以吗？好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。可以啊，业务有进步啊。还好。走，凯哥。哎，这边。凯哥，找着了。熊美玲，40岁，宴喜餐厅女老板，丧偶，女儿今年10岁了。宴喜餐厅，哎，这家挺有名的。给头发信息。好。 13号是我女儿生日，中午我去巡完店，就去取蛋糕，然后就回家陪我女儿一起过生日了。你中午是什么时候去取的蛋糕啊？大概3点多钟吧。那还有去过什么地方吗？然后我就去学校接我女儿下学，然后就回家庆祝生日了，一直陪着她，直到她晚上睡着了。那你说的这些，除了你女儿，还有什么其他人可以证明吗？我这儿有照片，这是那天生日会上拍的，这些人都能为我作证。这个就是我女儿，这个是叔叔高顺军、婶婶袁林，这是他们的女儿高希雨，这位是我父亲。孩子的父亲在哪儿？很多年前就去世了。那13号的晚上，还有再出去过吗？没有。 因为那天大家都特别的累，我女儿上床睡觉都10点多了，我也就跟着睡了。警察同志，你们现在能告诉我为什么问这么多吗？出什么事儿了？经过我们的核实，这是你买蛋糕的小票。应该是吧？怎么了？这张小票出现在一桩案发现场，熊女士。 你是不是有什么线索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下？案发现场，警察同志，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我那天取完蛋糕就回家了，小票我记不起来了，应该是随手扔了吧？你扔哪儿了？我真想不起来了。那这样，熊女士，我们需要跟照片上的人了解一下情况，麻烦您把他们的联系方式给我吧。 哦，好的好的。对，那天呀，我们全家都去了。我侄女生日。那熊美玲中途有没有离开过啊？没有，她一直都在呢。你们当时是几点离开的？9点半吧，大概是。那天孩子们闹，都不愿意走，走得晚了点儿。 大哥走得早，顺军呢一直让我多照顾嫂子，所以我们来往挺勤的。那天生日派对，熊美玲有没有中途离开？她才没时间离开呢，一直忙前忙后的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那天啊，美玲先去接孩子，我呢就先回家了，因为那天晚上呢要来客人，我去提前做准备。您几点到的家？买完菜4点多吧。那聚会结束以后，您是几点走的？9点多。那天孩子玩累了，老想睡觉，后来我就走了。哎，你们那天是什么时候走的？9点多吧，我们到家都10点多了。那天玩的挺晚的。袁林，那行吧，如果还有什么问题，我会随时找你。来，给你们准备了咖啡。哎呦，谢谢。不谢，谢谢师姐。没事。胡倩，你别说，你来了办公室以后，生活质量都变高了啊！那必须的呀。哎，你们觉得这个案子跟熊美玲有关系吗？我觉得不像。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，有自己的餐厅，本本分分的生意人，为什么杀人？怎么可能再抛尸呢？那张小票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呢？有可能就像他说的那样，随手一扔，不知道被谁捡了。如果是被人捡走的，那张小票为什么会在死者的嘴里面呢？是凶手塞进去的，还是他自己放进去的？那张蛋糕小票又想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知道死者到底是谁。那咱们就要靠夏姐了。哎呀，希望夏姐早点出报告吧。上队，有事吗？哦，没事儿，就是过来看看你们有什么进展。刚才做了面部复原，不过面处有6次重创，我们还需要时间。哦，行，一定要加快进度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我正好路过，我买了点胃药给你们夏姐，她前一段时间胃疼，让她吃点胃药。夏姐胃不舒服啊？对。哟，要不还是您给送进去吧？啊，不用，你就一会儿进去给她就行。哦，还有一定要提醒她，按时吃药。好，赶紧回去忙吧。好啊，赶紧进去吧。
这不是高顺军吗？就是熊美玲的那个小叔子。确实挺像。高顺军有几个兄弟啊？就一个是熊美玲的丈夫高顺天。他不是死了吗？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，查他们的 DNA。好。这就是我哥高顺天呀。我们已经查过了，他死于8年前的车祸。对，当时人车俱毁，特别惨。你能够肯定这是高顺天吗？我肯定，因为我们哥俩长得特别像。这不是高顺天就没别人了。那你只有这一个兄弟？对，警察同志，这出什么事儿了？现在具体的情况我们不方便告诉你，但是我们希望你配合，提供你的 DNA。什么东西？谢谢。张下嘴，谢谢。谢谢。8年前的事情，你如果想起什么的话，请随时联系我们。哎，好的。对了，那个8年前那车祸呀，我想起来了，警察来调查过，而且当时那保险公司呢也来过，做过刚才那个 DNA 啊，对，做过那个测试。好的，我们了解了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慢走啊。请坐。你们这次又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先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同事夏莹。你好。你好。有一些新的情况呢，请你配合。这个人，你认识吗？这是我丈夫高顺天呀，但是他8年前出车祸已经去世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具体情况我们现在不方便说，但是我们需要您的女儿高希林提供一下她的唾液样本。这跟我女儿有什么关系啊？熊女士，请你配合。谢谢。不疼啊，宝贝儿啊，阿姨给咱们做个检查。来，你好呀，我是夏法医，你是高希林吗？是。你有10岁吗？现在啊，我要把这个放在你嘴巴里轻轻刮一下，不会疼的，好吗？张嘴。好了，谢谢啊。在想什么？怎么不说话？我觉得这事儿有问题。高顺军吗？不是，我觉得是熊美玲。说不好，等检验结果出来再说吧。好。谢谢你的喂药。小莹，你要注意身体啊。你也是。
是8年前车祸的资料，根据 DNA 鉴定，死者是高顺天。钱宁也对保留的样本做了一次检测，证实就是高顺天。我们也对碎尸案的 DNA 进行了检测，可以证明高希林跟死者是父女关系，他跟高顺军是直系亲属。从生物学上来讲，如果是同卵双胞胎，或者是做过骨髓移植，有可能 DNA 会相同。但是我们也查了，8年以前车祸死的高顺天，他并没有进行过骨髓移植，而且从他的户籍上来看，也没有双胞胎的记录。那一个人怎么可能死2次呢？8年前的车祸，死者独自驾车下山，雨天路滑，超速过弯的时候冲下山崖，汽车着火，尸体高度碳化，面部无法辨认，但现场有死者的钱包、手表、证件等，从侧面印证了死者的身份。由于牵扯到了巨额保险，所以保险公司非常谨慎，进行了 DNA 检测，与高顺军进行了比对，确认了兄弟关系，证实了高顺天的身份。这个高顺天今年45岁，生于70年代末，那个时候的社会状况和现在差别很大。你们2个去他的老家查一查。好，记得高家所有的信息，有多少查多少。好。你们好。你好，这就是我电话里说的那个人，你看你认不认识？认识，这不是高顺天的弟弟吗？对，高顺天有没有孪生兄弟啊？小李，你查一下高顺天他们家有几口人？哟，警察同志，你来啦！哎你好，阿姨你好啊！知道你们来了解情况，这是我们的户籍本，你们看看啊。这是我们所有的名单记录，都在这儿了。对，好。哎，来，警察来了解情况。你好，你好。来了。主要是跟您打听个人，不知道您认不认识那个高顺军？高顺军，村子里老高家，还真没听说过。他家应该是独子。他家有双胞胎吗？没听说他家有双胞胎啊，就一个啊。好，感谢啊，客气了。别气馁，继续。你今天赢不了我了。哎，飞东，干嘛？要不去问问？好，走。你们好，大爷。你们好啊。啊，你好。我们是警察。哦，想跟您了解一下情况。您老在这儿是不是住了很久了？我一直住在这里。哎，主要跟您打听个人。您看，您认识这个人吗？啊，南边老高家的儿子吧？认识，顺军。那您知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个哥哥呀？他哥哥叫顺天啊。那您知道他们家就这2个儿子吗？有没有双胞胎的孩子呀？那个顺天是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，出生之后吧就被他们家送人了。您知道送哪儿去了吗？送哪儿？送蒙县了吧？好像。您确定是蒙县？对，是蒙县。知道送走的时候叫什么吗？他送走那会儿吧，还没起名字。40多年前的事，谁还记那么清楚啊？我走这儿。哟，你走这儿，我抓相。果然，高顺天有一个孪生兄弟，但是因为封建迷信，他们老家讲究双胞胎里面只能养活一个，于是高家老2口把弟弟送人了，送到了蒙县，而哥哥高顺天则留在了父母身边。我们在蒙县查到了他的孪生兄弟，改名刘家虎。他之前一直在蒙县务农，8年前离开家乡，再也没回去过。这就是刘家虎的资料。他离开老家以后，一直发展的不错，做过建筑、房产、保险、金融、电子商务，基本上什么生意都做过了。但这个人他好像不太会做生意啊，全都失败了。他永远都有本金东山再起，这真的很奇怪。最近这1年多，他一直都在国外，直到3个月前回国。那碎尸案的死者，就是这个刘家虎吧？那谁会杀他呢？为什么杀他？胡倩，马上查一下刘家虎所有的银行卡记录
和他的电信通话记录。好，李学改，我们两个再去问问这个高顺军。好。刘家虎，我不知道我哥是双胞胎呀，家里人从来没说过呀。他就没找过你？我都不认识他，他找我干嘛呀？13号的晚上到14号凌晨，你都去过哪儿？都做了什么？请你好好回忆一下。哎呦，我都说了多少回了，那天西林过生日，我们全家人都去了。哎，不是，你们这问题没完没了，翻来覆去，你们要干嘛呀？啊，你们要干嘛呀？刘家虎死了。他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都不认识这个人，他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们这是例行询问，请你配合。我够配合的了。哎，我还告诉你，你别来这套，你要不然这么着，你要有证据，你抓我，你直接抓我，抓呀！哼！头儿，这高顺军他这么大的反应，我猜他肯定有问题。查一下他最近所有的电话记录，还有他的银行转账记录，看看有没有跟刘家虎是有关联的。这个刘家虎做生意总是失败，但总是有钱可以让他东山再起。有没有可能他是讹上了有钱的兄弟？好，我回去查一下。燕喜他们家的粮油都是你提供的？是啊，我们合作很多年了，都是老朋友。高总和熊总吧，做生意啊很爽快，很讲信用的。他们有没有遇到过资金方面的问题？这个，他们不赊账的，很讲诚信。他们家近来有什么异常吗？哦，对，大概是半年前，有那么一回啊，晚了半个月。我给你看看啊。熊总当时啊特别不好意思，跟我道了很久的歉。但是做生意嘛，这个难免会有资金上面的问题，大家都能理解。在这呢，你看，也就10几万吧，这对熊总来说都不是什么事儿。我当时也没多问。高顺军呢？高总没什么呀。账本我们需要用一下，希望你能配合。行，谢谢。怎么样了？做完笔录了，走吧。顾倩，喂，头，刘家虎回国之后一直混迹在外地，但是在12号下午的时候，在本市有开房记录，在春熙宾馆。好，知道了。李学凯，春熙宾馆。好。您好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警察。我们想查一下这个月12号的视频录像。好的，这边请。好。小李，调一下12号下午2点34分的监控。好了。头儿，是熊美玲和刘家虎。您好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？警察。我们想查一下这个月12号的视频录像。好的，这边请。好。小李，调一下12号下午2点34分的监控。好了。头儿，
是熊美玲和刘家虎。最近1年，熊美玲名下的3张信用卡，每张都被月月刷爆，而且消费地点都是在境外。我查了一下她的出入境记录，她人一直都是在国内，根本没有时间去国外消费这么多钱。那也就是说，有人拿着她的卡在国外疯狂消费，而且都是她还款，每个月15万。但是在最近3个月，这个卡在国外的消费记录停止了，只是零星的在国内有一些消费记录。那刘家虎也是3个月前回的国。同样在3个月前，熊美玲卖了名下的1套房，套现550万。这个钱在银行卡里面转了一圈，被取成现金之后不知去向。根据宴喜的供货商说，熊美玲一直信誉很好，但在半年前却为了区10几万而拖欠不还，这在宴喜是很少见的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有个人拿着她的卡在国外疯狂的消费，给熊美玲和她的公司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，以至于要卖房子？之前我们一直在往高顺军的方向想，现在这么看来，刘家虎勒索熊美玲的可能性会比较大。那刘家虎为什么要勒索熊美玲呢？因为他有钱，但是总得有点把柄吧？熊美玲她有1000万的保费，在8年前出车祸的时候，高顺天身上有巨额保险，当时高家父母还在世，所以这个1000万被分成了4份，分别由高顺天的父母、妻子和女儿继承。高家父母来自农村，不会理财。高希林年龄尚小，所以这个钱是由熊美玲在管。那也就是说，熊美玲已经完全得到了高顺天赔偿金的控制权。在此之后，熊美玲创立了宴喜，并且迅速发展，成为了本市粤菜代表。那很奇怪的是，刘家虎如果想要勒索熊美玲，为什么不选在8年前刚刚得到赔偿金的时候勒索她呢，而选择现在呢？因为8年前，刘家虎已经死了。碎尸案的死者骨端和骨梁都变大了，这是青少年时期骨折后恢复留下的痕迹。我原本以为是因为他的生活环境造成的，可是结合他出现的骨纤维不良和钙质缺乏，可以判断死者极大可能患有骨骼相关的疾病。所以我们对碎尸案死者的 DNA 进行了第2次检测。发现死者因为 X 染色体的基因突变而患有抗维生素 D 性佝偻病，这种佝偻病有很强的遗传性，高希林也有这样的病，所以他比同龄人要更加矮小，牙齿发育的也不好。虽然车祸和碎尸案的死者有着相同的 DNA， 但是碎尸案的死者基因突变，所以可以确定一点，碎尸案的死者是高顺天，而8年前死的是刘家虎。所以是刘家虎死了，高顺天以他的名义继续生活。熊美玲得到了巨额的保险，她现在有重大的作案嫌疑。难道是他们夫妻俩一起杀了刘家虎骗保？那高顺天又是谁杀的？我们去问问这个熊美玲。这个人你认识吗？我听顺军说了，这是高顺天的孪生兄弟。不过我从来没听顺天和公公婆婆说起过这个人。刘家虎用你的信用卡整整2年，就在2个月前，你还在酒店里面给他开了房间。现在你跟我说你不认识他，你再看看这些。这你怎么解释？他到底是刘家虎还是高顺天？刘家虎。我们检查了高希林的 DNA， 他有遗传性佝偻病，所以他比同龄的孩子要个子矮一些，牙齿发育的也不好，这是遗传他的父亲高顺天的。我们也检查了碎尸案死者的 DNA。因为 X 染色体的基因突变，而患有抗维生素 D 性佝偻病，
所以碎尸案的死者是高顺天，而8年以前的死者是刘家虎。8年前，你和高顺天合谋，为了1000万的保险金，杀害了他的双胞胎兄弟刘家虎。之后，高顺天就以刘家虎的身份生活，并且获得了1000万的保险金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持续2年，你供养他在国外的奢侈生活，回国之后又给他在酒店里面开房，甚至卖房还在供养他。到底是谁杀了高顺天？刘家虎不是我杀的。8年前车祸的时候，我是真的以为我的丈夫已经死了，可是我没想到，就在我拿到保险金的第2天，他居然就回来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是他找到了孪生兄弟刘家虎，把他骗到了本市，并对车子做了手脚，让刘家虎做了替死鬼。家虎，哥，哥，走，上车，走。好。家伙，哥中午还有个局，你先开车回去。哎，好。哥，你少喝点儿。哎，没事。哎，路上注意安全啊。放心吧，哥。本来，他想以刘家虎的身份继续生活下去，可是他烂赌成性，生意做的也是一塌糊涂。你想来这儿找我呀？少废话，赶紧的。打完要饭的呢。我跟你说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你千万别再来找我了，快走！哎，站住！就这么点儿啊？行，下回再说。他居然舔着脸跟我说要回来继续跟我过，我怎么可能跟一个赌徒、一个杀人犯生活在一起呢？希林生日那天，他突然就回来了，说让我给他1000万。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他呀？不给钱也行啊，我得回来住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呀？要不是我当年替你们牺牲了一次，你能过上这好日子吗？你现在不一样了，熊总，有钱，体面。你欠我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，我钱全都给你了，我实在是没钱再给你了。哎，要不把这房子卖了吧？你那公司也能转出去，实在不行，你跟那高顺军借点去。你们俩这不清不楚的。你说什么呢你？
我可没你那么龌龊。哎呀，现在嫌我龌龊了。哎，这当初你怎么没告发我呀？行了，别装好人了，咱俩呀是那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跑不了你也跑不了我。可怜我那闺女啊！你说她要知道他妈是一骗子，会怎么想的？他说如果我不给钱，就把骗保的事说出去，我知情不报，也算是共犯。高顺天都已经死了，死8年了，所有人都知道他死了，他干嘛还回来折磨我们母女啊？我当时一时性急，把他给砸死了。我的蛋糕到了吗？我想看看。到了。那个爸，你先带孩子上楼。那就上楼，你看看，给你买的生日礼物。后来，生日宴会结束了，我趁着大家都睡着，一个人把尸体扔到山上了。全都是我一个人干的。老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是来自首的。头儿，熊美玲的父亲熊同舟来了，他说是来自首的。好。这件事儿呢，后来我就走了，跟我女儿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胁迫我女儿骗保的事儿，我也知道。那天他又来了，因为那天晚上呢要来客人，我就找他谈谈。不给钱也行，我得回来住。那怎么行啊？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闺女现在的好日子都是我给的，你知道吗？她欠我的。她从哪儿去拿那么多钱来呀？哎，
干脆这样吧，我那儿还有点积蓄，大概有个50来万，都给你。老头儿，你打牌要饭的呢。我还告诉你啊，你别惹我，你要敢惹我，我跟你闺女同归于尽。回来喽！哎，蛋糕到了。回来了。啊，你先带孩子上楼换衣裳，待会儿换了衣裳再下来。好嘞，走，咱们先换衣服去。好的，走了。我孙女儿呢还要过生日，我也不愿意惊动大家伙儿，我就把她移到了车库，别人谁也不知道。那之后呢？你们也知道，我从过医，了解人体的结构。后来啊，我就把它分尸了。我决定把它扔到山里去。平时呢，我常在灵俊山那儿锻炼，对那儿很熟。我就找了一条没有监控的小路，我把车一直开上去。本来呢，我想把它扔到山顶的枯井里，可是毕竟我是70多岁的人了，提着几十斤的东西，实在是走不动了。最后，决定把它扔到半山腰里。这一切都是你一个人做的？对，都是我自己干的。我跑了好几趟，直到天亮才干完。为这事儿，累得我在家里休息了3天。你们2个去楼上走。是，你去那边。是。那边好，李小凯这边。李小凯，
上队。来拍一张。上队，看这儿。拍照。李卫彤，看车里。李学凯，那边。你们两个仔细搜，看看这边。队长，这儿也有尸体被拖拽的痕迹。队长，好，我拍一张。他的头部遭受到多次重击，造成凹陷性骨折、脑挫伤和撕裂伤，还有硬膜下腔出血。可是他的致命伤在这儿，在他的脑后方。这件事情，你父亲参与了多少？没有，我父亲什么都不知道，人是我杀的，尸也是我分的。你用什么杀死他？我用拍手锤把他给锤死了。那你是怎么杀的人？用菜刀。我把它分装在12个袋子里头，都扔在了灵俊山公园的半山坡上。那你是用什么分尸的？我用菜刀跟锯子。怎么分的尸？用菜刀。分了多少包？大概6、7包吧。扔在哪儿了？山上。山上什么位置？我都说了，人是我杀的，尸也是我分的，你们还要问什么呀？不用问了，可以定罪了。你说的情况，并不符合现场的证据。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你父亲有从医的经历，而且从现场的证据来看，真正分尸的不是你，而是你的父亲，熊同舟。死者头部是钝器伤，不是利器伤，所以杀人行凶的是熊美玲，而抛尸弃尸的，的确是你。爸，怎么办呢？别哭，既然事儿已经出了，一定要冷静。心灵还小，要多替他考虑。你赶快到屋里头，忙你的去。这事儿交给我，这儿有爸爸。啊，去吧。案情就是这样的，因为熊美玲的一时贪念害了她自己。这2个嫌疑人都已经认罪了，
这个案子属于是协同作案，熊美玲和高顺天都是凶手。这一家人真是错上加错呀！姑娘，姑娘。队长，什么情况啊？店主看到女孩一直坐在长椅上，一整天没挪窝，去叫她的时候，发现人已经死了。早上就发现了？对。有没有什么其他人在这个女孩身边出现过？店主也没有注意到，这公园附近也没有什么商业建筑，平常也不会有人来，也就是晚上有些小情侣过来约个会什么的。那死者在这坐了一天。就没有什么其他人上前看有什么不对的？是这样的，队长，问过了报案的店主，他说这公园的视野好，有很多情侣过来看风景，但是也有分了手之后跑过来散心，一坐也能坐一天，所以都没太当回事儿。好，到处再查一查。好。什么情况？尸体的表面没有任何创伤，但是面部充血，眼底有出血点。嘴角边缘还有呕吐物，他是中毒，不能确定。死亡时间呢？肌肉已经开始松弛了，死亡时间应该是12个小时以上。不过最近温度比较低，死者穿的衣服也比较单薄，尸僵受环境的影响很大，所以具体的死亡时间我得等解剖之后才能告诉你。好，没问题。那尸体上就没有其他残留的痕迹吗？我尽快给你报告。好，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
死者为女性，